日本政府而家打算提高國際觀光旅客稅，由而家嘅1000 yen 增加去到3000 yen 或者去到5000 yen。當然對中意去日本旅行嘅人嚟講係一個負擔，而喺日本工作或者留學嘅人喺離開日本嗰陣時都要交呢個稅，唔可以獲得豁免。其實國際觀光旅客稅由2019年1月7號已經開始實施，過咗6年就計劃提高金額，無論呢個稅金額係多定係少都要去交，冇乜嘢爭論嘅餘地。所以重點就應該放喺稅項嘅收入，政府會用嚟做啲咩，同埋用得適唔適當。最深日本今集就探討日本嘅國際觀光旅客稅，因為疫情關係，2020年至到2022年嘅旅遊業大受打擊，所以稅收冇預期之中咁多。當旅遊業恢復過嚟冇幾耐，由2022年嘅383萬人次增加去到2023年嘅2507萬人次，係疫情之前2019年嘅80%左右。但政府已經有計劃加稅，目的就係為咗增加外國遊客人數。咁真係要諗一諗，政府點解會有呢個決定？國際觀光旅客稅喺日本又叫做出國稅，即係除咗有特殊身份同埋轉機之外，任何搭飛機或者搭船離開日本嘅人都要去交。隨住去日本嘅外國遊客急劇增加，各個地方都出現遊客過多嘅問題，而且越嚟越嚴重。政府就希望擴大呢個稅項嘅用途嚟應付問題，所以就計劃加稅。喺之前嘅富士山遊客過多問題特輯裏邊都介紹過，一啲唔係旅遊區嘅地方，經過網紅嘅宣傳之後，吸引咗大量遊客而造成問題。咁樣除咗滋擾咗當地嘅居民之外，亦都冇足夠嘅配套嚟應付遊客，唔可以令佢哋有滿足嘅旅程。富士吉田市同埋富士河口湖町已經實施咗各種嘅對策，例如有加派人手去維持交通秩序、新起廁所同埋停車場等等。另外，佢哋亦都決定徵收宿泊費，將啲稅收嚟應付遊客所帶嚟嘅問題，同去改善各種配套。其實除咗國際觀光旅客稅之外，一啲城市亦都徵收宿泊費，例如有東京都、大阪府、京都市、金澤市、區之安町、福岡縣、福岡市、北九州市、長崎市。以上都係遊客集中嘅地方。京都市徵收嘅金額係由每晚200 yen 至到1000 yen， 因應嗰一晚嘅住宿費而定。而家國際觀光稅嘅用途只係限於國際觀光振興相關嘅政策，例如有宣傳推廣景點同埋文化等等嘅活動，仲有改善度假區嘅設備。為咗解決旅客過多嘅問題，政府計劃擴大用途，令到稅收可以更加容易咁樣去改善觀光地嘅交通設施，例如機場。雖然宿泊費同埋國際觀光旅遊稅可能係雙重課稅，但有一啲城市係冇徵收宿泊費。另外，出入境嘅設備，有關日本整體嘅宣傳係宿泊費唔能夠覆蓋嘅範圍，所以國際觀光稅都有佢徵收嘅合理理由。睇睇呢幾年嚟國際觀光旅遊稅嘅稅收，喺徵收嘅第一年收入超過400億日元，之後嗰2年因為疫情，所以唔夠20億日元。去到2022年就翻返去126億日元，去到2023年就係之前嗰年嘅3倍，差唔多去到400億日元。而2023年嘅外國遊客同埋離境日本人嘅人數接近3500萬，2024年就升到去5000萬，所以推測2024年嘅國際觀光稅收入會升到500億日元，大概係3.3億美元。如果平均分俾47個道都府縣，平均每個地方可以得到700萬美金嘅財源。咁樣究竟係足夠用嚟做啲咩呢？睇嚟而家稅收嘅金額並唔係好充裕，就理解到點解政府計劃加稅。不過實際用途恰唔恰當，就要睇睇內容先至可以做判斷。大阪道頓窟係人氣旅遊景點之一，集中咗嚟自亞洲同埋歐美嘅遊客。提供多語言旅遊資訊，睇嚟係一個必要嘅措施。由榕橋望向 Starbucks， 沿住道頓窟向右行大概5分鐘，就會揾到一個觀光案內屏幕。除咗有地圖之外，仲提供咗附近餐廳同埋商店嘅資訊。唔知你有冇用過呢？雖然呢一個係由大阪市出資，部分費用係以廣告收入嚟抵消，但係呢啲指示牌就係國際觀光旅遊稅嘅其中一個用途。例如道頓窟同埋心齋橋等等呢啲極受歡迎嘅旅遊區，可以自負盈虧咁樣嚟支持旅遊業。
但其他地方就未必有足夠嘅預算，咁樣就要靠國際觀光旅客稅。提到大阪，其實喺2025年4月13號開幕嘅大阪關西世博都同國際觀光旅客稅有關。喺講解之前，就先介紹呢個稅項嘅主要用途。主要用途係有3個，第一係打造冇壓力而且舒適嘅旅遊環境；第二就係俾遊客更容易獲取日本多元魅力嘅相關資訊；第三就係透過完善觀光資源，提升地方體驗嘅滿足度。第一嘅打造冇壓力且舒適嘅旅遊環境，同好多去日本旅行嘅人有關。內容就係透過設置同埋運用最新技術嘅面部辨認閘門，仲有海關檢查嘅電子化閘門等等，去改善出入境管理嘅體制。而家喺成田機場、羽田機場、名古屋附近嘅中部機場，仲有關西機場都設有面部辨認閘門。呢一個設施可以縮短入境嘅輪候時間，直接令到遊客得益。另外，亦都有利用 ICT 等等嘅技術嚟去提供多語言、旅遊安全信息等等嘅相關資訊平台。另外，仲有針對外國遊客嘅免稅制度，因為2024年度稅制改革已經決定轉為退稅方式，即係離開日本嗰陣時喺機場裏邊一次過辦退稅手續。預計由2026年開始實施，政府已經編咗1600萬日元嘅稅收預算嚟處理相關嘅事項同埋做宣傳。第二嘅，俾遊客更容易獲取日本多元魅力嘅相關資訊，實際就例如運用國際觀光振興機構嘅網站，利用包括 Big Data 等等嘅方法嚟做統計同埋推銷。第三係透過改善觀光資源嚟提升地方體驗嘅滿足度，例如設置介紹文物同埋國家公園等等嘅多語言解說牌，又有去打造新嘅觀光景點，培育運用 VR 等等最新科技嘅尖端觀光。唔知道大家有冇感受到第二同埋第三點嘅成效？喺呢度就要留意第三點，具體咁樣列明國家公園。睇一睇2023年度國際觀光旅客稅嘅用途，對象係全國總共34個國立公園，例如有提供 WiFi、去增加洋式廁所，同埋設置多語言嘅指示牌，仲有增加觀光中心嘅展覽物。作為遊客，會點樣評價呢啲用途？國家公園本來就係難以自負盈虧嘅設施，亦都唔會逼爆嚟自外國嘅遊客。要去為國家公園確保預算，利用國際觀光旅客稅係無可厚非嘅做法。例如比較有知名度嘅知松國立公園係世界自然遺產，仲有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，亦都係人氣嘅景點之一。改善環境可以增加遊客嘅滿足度，間接增加遊客人數。不過係咪全部34個國立公園都要用稅去做改善？咁就有商榷嘅餘地。最後就講講大阪關西世博，部分國際觀光旅客稅會用喺推廣活動上面。世博係世界性矚目嘅活動，預計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。觀光廳就希望利用呢個機會，將遊客引導去到鄰近地區，嚟增加遊客喺日本消費嘅機會。呢個就係觀光廳3大政策之一，以地方為中心嘅策略性吸引外國遊客措施，大概會用131億日元嚟到執行。希望觀眾參加大阪關西世博嗰陣時，會預留啲時間去和歌山或者奈良等等呢啲地方城市度遊覽。如果政府嘅宣傳活動係成功嘅話，你就應該會知道大阪鄰近地區嘅魅力。日本政府提出一個宏大嘅目標，去到2030年實現外國遊客人數6000萬人次，消費額就達到15兆日元。咁樣就意味住同2023年相比，遊客人數就大概增加2.4倍，消費額就大概增加2.8倍。而家人氣旅遊區已經逼爆晒遊客，再有更多遊客要嚟嘅話，簡直就不堪設想。所以日本政府希望將遊客分流，引導去各個地方城市。加稅就係為咗開拓同埋宣傳新景點。睇睇文化廳2024年嘅事業說明資料，可以揾到國際觀光旅客稅嘅用途。呢一頁就說明咗7億2400萬日元，用喺其中嘅3個項目，又用喺京都二條城介紹大正奉還嘅多語言 AR/VR 體驗，愛媛縣大洲城嘅住宿同埋體驗當地傳統文化、品嘗食物嘅旅遊項目，仲有喺佐賀縣名古屋城遺跡裏邊以有田燒嘅器皿嚟品嘗當地嘅食材。相信列喺資料嘅例子係具代表性嘅。呢3個項目可唔可以發揮到地方景點嘅魅力，就由觀眾去評價。呢啲項目都係由各地地方主導嘅，
設計同埋準備好之後，就向政府申請資助，而獲批准嘅項目都係符合稅金嘅用途。最後就講講，就連星野集團代表星野街路都推行嘅 DMO（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），即係宣傳特定地區作為魅力觀光地嘅組織。喺日本就通常由觀光地嘅政府同埋公司做主導，去為咗振興當地嘅旅遊業做整體性嘅協調。文化廳嘅目標都包括 DMO， 但係而家日本 DMO 具代表性嘅成功事例，相信唔係咁易可以數到出嚟。星野集團喺日本推行嘅 DMO 項目有長門湯本溫泉推進地區活性化。長門湯本溫泉喺本州南部嘅山口縣，而且係遠離九州，係一個比較偏僻嘅旅遊區。呢一度係歷史悠久嘅溫泉地，但近年嚟面對遊客減少同埋設施老化等等問題，為咗改善呢個情況，大概喺2016年開始，以星野集團為核心，開始咗長門湯本溫泉觀光城鎮建設嘅項目。星野集團喺呢度起咗星野度假村界長門，作為高級旅館嘅品牌建設，去發揮呢個溫泉鄉嘅魅力。以呢一個 DMO 項目作為參考，相信對日本 DMO 發展有一個初步嘅概念。之前介紹過嘅有馬溫泉，成個溫泉地保留咗統一嘅風格。仲有兵庫縣北部嘅成崎溫泉，呢度有以英文等等嘅外國語言，去為遊客提供具日本特色嘅體驗。不過呢啲地方喺 DMO 概念普及之前，因為當地積極人物嘅貢獻而取得成功。反觀例如二世谷、富士山嘅下吉田、河口湖嘅羅神便利店，係因為網紅宣傳而令到人氣爆發。不過就因為冇完善嘅配套而造成咗問題。介紹咗呢啲例子，結論就係由外國遊客徵收嘅稅項係咪獲得充分嘅利用，令到日本更加具魅力，令到遊客人數增加之外，亦都令每一個遊客滿足佢嘅旅程，想再次嚟日本享受快樂嘅時光。